500新元到账，很多家庭第一反应很直接，这个月买菜能松一口气了。有人拿去超市补货，有人去楼下小贩中心多点一道菜，心里没那么紧。可如果你把这笔 CDC 购物券只看成一次发钱，那你其实漏掉了重点。它不是随手派红包，而是一套算得很细的政策设计，一头在帮家庭顶住生活成本，一头在把钱稳稳留在本地社区经济里。今天这期我们就拆开来看，这500新元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人觉得不只是有用，而且是真的值。你家今年的购物券领了吗？已经花在哪些地方了？评论区可以说说。先看背景，过去几年新加坡家庭对物价的感受是很具体的，不是抽象数字。去超市买鸡蛋、食用油、米、清洁用品，账单比以前厚。去咖啡店吃一顿最普通的早餐，或者在小贩中心解决一餐，也能感觉到价格一点点往上走。原因并不复杂，新加坡高度依赖进口，全球能源、运输、粮食价格一波动，本地很难完全隔开。再加上消费税上调，日常开销的压力就更明显了。MAS 过去几年的表述也很清楚，核心通胀压力主要落在食品、零售和服务这些最贴近日常生活的项目上。对工薪家庭来说，问题不是某一样东西特别贵，而是每一样都比以前贵一点，叠加起来就很明显。那政府要不要补贴？当然要，可补贴怎么做，差别很大。如果直接发现金，确实最自由，但也有2个现实问题。第一，很多家庭会先存起来，不一定马上用于当前开销。第二，现金会流向任何地方，包括海外消费、网购平台，甚至和本地民生没什么关系的用途。这样一来，家庭拿到帮助了，但本地小贩、邻里商店、超市不一定同步受益。CDC 购物券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，它不是单纯补一笔钱，而是把补贴直接对准最有压力的生活支出，同时把消费留在新加坡本地社区。这套设计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大水漫灌，而是精准滴灌。CDC 购物券通常会分成2部分，一部分给参与计划的超市使用，另一部分给邻里商店和小贩中心使用。很多人会说，这不是限制我怎么花吗？可政策的价值恰恰就在这个限制里，因为政府要解决的不是让你多一次任意消费，而是先把最基本、最刚性的生活成本压下来。超市那一半基本对应的是米、面、油、鸡蛋、冷冻食品、日用品这些家庭必需品。邻里商家和小贩那一半则是把钱导回祖屋区最贴近生活的消费场景。你会发现，它避开了高端消费，也避开了和民生关系不大的支出。这样一来，补贴就不会变成一轮新的价格推升，反而是在原本就要发生的日常支出上帮家庭减压。这里有个很实在的逻辑，你本来这个月要花200块买菜，现在其中一部分用购物券抵掉了，你手上的现金就被释放出来，可以去应付交通、水电、孩子开销，或者留作缓冲。这种效果比一笔完全自由但用途分散的现金，更像是直接给家庭账本减负。很多人会拿它和其他地区的消费券比较，差别就在目标。别的地方更强调短期拉动整体消费，新加坡这套更像是把财政资源对准最容易感受到通胀的地方，也就是食品和日常生活。它不是追求热闹的数据，而是追求补贴落点够准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因为使用范围清晰，商家也更容易参与，居民也更容易理解。你不需要研究复杂规则，看到门口有 CDC 标志，基本就知道能不能用。这种低理解成本本身就是政策效率的一部分，所以这500新元的厉害不在于数字特别大，而在于它被放进了正确的地方，花出去的每一块都在替家庭守住购买力。接下来再看第2层，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笔钱花起来有获得感？因为受益的不只是领券的人，还有整个社区。根据官方历轮公布的数据， CDC 购物券已经覆盖全岛大量家庭，也支持了超过2万家邻里商户和小贩，累计使用金额是以10亿新元计算的。这个量级
已经不是象征性补贴，而是实实在在把消费导回社区。你去祖屋区看看就很容易明白，小贩中心、杂货店、药材店、面包店、五金店，这些地方利润通常不高，但他们离居民最近，也最能维持日常生活的便利。一旦客流被大型商场和线上平台持续抽走，最先吃不消的就是这些社区商家。CDC 购物券等于给了他们一个稳定的本地消费入口，居民愿意来，商家有流水，钱在社区里继续赚。今天你在小贩那里用券买一顿饭，摊主有了收入，摊主再去附近进货、付租、请人，钱又在本地继续流动，这就是社区经济循环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建立了三方之间的信任。居民会觉得政府不是只会讲宏观数据，而是真的知道大家平时钱花在哪。商家会觉得政策不是做样子，因为营业额是当天就看得到的。政府则通过一个可追踪、可核销、可复盘的机制，把财政支出转成了可见成果。你会发现，新加坡很多福利政策评价高，不完全因为金额大，而是因为落地感强，大家看得见、摸得着，也知道规则公平清楚。对于一个高度城市化、生活节奏很快的社会来说，这种信任非常重要。它会让民众在面对通胀和不确定性时，觉得自己不是单独扛着。还有一层经常被忽略，就是执行成本。很多福利政策听起来很好，但一旦发放，流程复杂，核销慢，行政开销高，最后真正到居民和商家手里的价值会被打折。CDC 购物券这几年越来越成熟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数字化。现在大多数家庭通过 SingPass 就能领取，再把链接分享给家人一起使用。消费时出示二维码，商家一扫就完成。对居民来说，流程很短，不需要跑线下，不需要排队领纸券。对商家来说，也不需要处理大量纸本核销，结算速度更快，现金流压力更小。这个设计其实很有新加坡特色，它不是为了做得很炫，而是为了把行政损耗压低。以前如果用纸质方式，印刷、防伪、分发、回收、核对，每一步都要钱，也容易出错。数字化之后，很多环节被直接省掉了，资金流向也更清楚。政府可以更及时看到哪些类别用得多，哪些区域使用率高，后续要不要调整商户覆盖、宣传方式、发放结构，都有数据基础。当然，新加坡也知道，不是每个人都完全熟悉数字工具，所以这些年一直保留社区协助渠道，帮助年长者领取和使用，这点很关键。真正好的数字治理，不是只服务会用手机的人，而是让大部分人都能顺利用上。也正因为这样，这500新元给人的感觉不是流程很重，而是拿得到、用得掉，商家也收得到。政策做到这一步，公众自然会觉得这钱花得值。所以回头看，这500新元之所以评价高，不只是因为它能省钱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把几件事同时做到了。第一，帮家庭对冲最直接的生活成本压力；第二，把消费留在本地社区，撑住小贩和邻里商家；第三，用数字化把流程做轻，把行政成本压低。说到底，这不是一笔随手发出去的福利，而是一套很有新加坡风格的治理工具。它有经济上的精确，也有社区层面的温度。如果你已经开始用这轮 CDC 购物券了，欢迎在评论区说说，你家是优先拿去超市补货，还是留给楼下常去的小贩和杂货店？你也可以分享哪些地方最好用，哪些地方还可以改进。如果你想继续看新加坡政策怎么影响真实生活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会继续用最清楚的方式帮你把重点拆出来，